到我们这个美国史的第2集。OK， 美国独立战争的第2集啊。对，上次讲到一个很讨厌的点啊，这样就结束了，害我那边期待很久，结果还没开打。对啊，搞屁啊！今天就来讲这个开打的过程。OK， 上次讲到就是在1775年4月19的时候呢，在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这个地方呢，开打了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这个第1枪。这第1枪呢，被现代的历史学家形容成是这是一声全世界都听到的枪响，而且这一枪打出了这个全世界最不一样的新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叫做美国，美利坚合众国。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Mr. Nice Guy. Welcome back to Project Hip Christian.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Arc Construction。Arc Construction 呢是我们的一个 sponsor。对。然后呢，它是在南加州这边一间建筑公司。你如果有任何建筑方面的问题的话，你都可以找他们。如果说你要整修你的厨房、整修你的厕所、整修你的客厅、整修你自己，你都可以找他们。然后他们有整修你自己，我不太确定。他是个很好的人啊。对。他有一个一条龙的服务的团队，从法律顾问，然后一直到就是清洁、刷油漆各方面，全部都可以找他们。没错。如果说你有任何建筑方面的需要的话，他的电话在那个地方，欢迎找他。他的名字叫 Barry， 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同时有来赞助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下次可以，如果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弄短一点哈，就跟那个日剧一样，就 Kono Bangumi wa Arc Construction 也需要找他们哦。上一集讲到呢，在1776年之前呢，美国这个国家并不存在，北美大陆呢有13个殖民地是属于英国的，但是呢，英国的国王呢决定让这个13个殖民地来开始付出一些特别的税，来补充一下在美洲大陆这场战争。对。然后美洲大陆的这些人呢，就是小动作越来越多，然后呢，国王就只能派更多的军队来压制这些东西。没错。来严厉的治理当地的秩序。这些人。对。然后呢，这些新纳入的这些人呢，这些二等公民。对，就决定来一场。那在这个时候呢，维吉尼亚州这一块殖民地上面呢，有一个领袖，他叫做 Patrick Henry。在维吉尼亚州在讨论要不要跟英国开战的这个会议上面，他站在桌子上面大喊世界闻名的口号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OK， 给我自由，不然就给我死亡。啊，讲完了之后呢，对，然后讲完之后呢，这13个殖民地呢，全部就开始准备跟这个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开战。对，每个头上都有一把火在烧，对就是战斗指数。Liberty，OK， 满档，自由，叮叮叮。对，那台湾的话就是民主。那上一集的结尾就讲到 Concord 这个地方，这群美国人要制止英国的军人来夺取他们的枪。然后还有 Paul Revere 骑上马，告诉这个附近所有的人，英国的部队要来了。然后这些美国人就在这条从波士顿到 Concord 的路上呢，开始准备袭击英军。这条路就是大名鼎鼎的，现在呢叫做 The Freedom Trail。OK， 在波士顿就是自由之路，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4 miles 好像没有很长哦，好像还可以耶。就一个那个短的马拉松的那种感觉。对，马拉松的话是大概5点多少迈哦。那从波士顿到 Concord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必经的城市，这个城市叫做 Lexington。就是在这个地方呢，美国的民兵从草丛里跑出来 ，OK， 然后对，然后对着英军开枪，然后打响了全世界，试图要阻止英军继续往前。是。然后呢，他们就失败了，就全军覆没。也没有，就是被打跑了。然后呢，英军打败了这个 Lexington 的这些民兵了之后呢，就继续往 Concord 前进。对。然后呢，在 Concord 在入城之前呢的一个桥上，美国的民兵集结了所有的力量，全力跟英军一拼，因为他们都是农夫。其实不应该讲美国哦，就是一个美国，就是英国殖民地上面的人。对。然后呢，竟然打赢了。哇 OK。然后国王的军队被逼着要撤退到波士顿。农夫对啊，英军就发现了这群乡巴佬，对，跟这群乡巴佬打仗很不公平啊，一点都不绅士。OK， 他们全部躲在树后面，躲在草丛后面。我们都站一排给他们打。对啊，不像个男人一排一排站着跟我们打。
对不对？这跟欧洲的战争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对，而且我们撤退的时候呢，他们还一直骚扰 ，OK， 像个小瘪三一样。OK， 总之第一场战役呢，就是殖民地的人打赢了。殖民地的人呢，这边死伤大概有差不多90个人，但是英国的死伤超过了340个人，其中还包括了19个军官，大失血啊！然后殖民地的人就说：“咱们乘胜追击 ，OK， 打铁趁热，我们就一鼓作气把国王的军队赶跑就好了。”这很笨呢。对，然后国王的军队就回到这个英国的军队，就 recharge 了。对，回到了这个波士顿中心。然后不久发现呢，这群洋基佬很快就跟上来了。OK， 他们在北边的一个山丘上面布阵。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去波士顿的第2个景点，就是 Charlestown 旁边的 Bunker Hill。OK， 碉堡山，或者呢叫做邦克山。英国的士兵看到了这群民兵在这边聚集，然后就知道说一定要把他们打下来才可以。因为如果说民兵到那时候有大炮进来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轰炸整个波士顿。然后当时欧洲人打仗的方式就是你知道那样，就是每个人排站，然后慢慢走上去。那这些民兵不是正规军人啊，他们不需要这个样子打仗啊，因为我们又不是军人，对不对？所以就是面对这些渡海过来这些英国的这个军人，就直接开火，然后英军在上山的路上呢，死伤非常的惨重，但是最后英军还是达到他们的目的了，把这些民兵赶跑了。但是英军在这个地方死了差不多200多个人，然后伤了大概800多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军舰的人。对，几乎是驻守波士顿的1/3。然后当时波士顿的将军 Sir Henry Clinton 听到 Bunker Hill 这场战争打赢的时候，就每个人跟他讲说：“哦，恭喜你，这场 Bunker Hill 这个样打赢了。”他说 ：“Another victory like this, our life will be ruined。”就是再打一次这样子的胜仗的话，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不用玩了。对，美军在 Bunker Hill 这个地方呢，也死了100多个人，而且伤了300多个人，然后还有50几个人呢被俘虏了。对，然后最惨的是呢，在 Bunker Hill 的当时最高指挥官 Joseph Warren 也在这场战役里面死掉了。但是他们的伤亡跟英国的军队比起来是差很多，而且士气完全不一样。因为在 Lexington 还有 Concord 赶跑了这些英军，然后在 Bunker Hill 打了一场让英军可以记一辈子的仗，而且同时他们还把在纽约的一个英国的堡垒叫做 Ticonderoga 提康德罗加堡占领了，感觉这场独立战争好像是很有希望的哦，对不对？感觉这个全世界最强的军队，好像也不怎么样啊，重看不重用。对。然后就在同一年的夏天，所有的殖民地领导又在费城开了一次会议。这次开会的地点原本是宾州的会议大厦，那现在也是一个景点，叫做 Independence Hall 独立厅。对，很有名。或者叫做美国独立纪念馆。他们这一次台湾的会议呢，就叫做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第2次大陆会议。那第2次大陆会议开了好几次，这是第一个第2次大陆会议，第2次大陆会议。但是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了，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准备好说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每一次都认同说我们就是要把他们赶走了。对，波士顿这一次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且很支持波士顿这一次战役。这一次大陆会议上面呢，决定了一些事情，其中一项就是我们这13个殖民地不可以只当民兵。OK， 我们如果要跟英国打仗的话，我们要有 general 出来。对，我们要有一个军队，然后呢要有人可以来带领这群军队。George Washington。没错，那这个是谁呢？第1任总统。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麻省出来的 Massachusetts 出来的一个人呢，一个天才，他叫做 John Adams。OK，他有一个想法，因为目前想要跟英国抗战的地方呢，都是在北方那几个州，南方那几个州比较无感。对 ，OK， 对于这个殖民地如果要独立的话，没有那么期待 ，OK， 就是台湾如果要独立的话，有些人就觉得说台湾独立很好，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没有啊，我们还是中国人啊，之类的，我们还是华人啊，对，也就是说 John Adams 这次大陆会议有一个目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些南方人一起拉进来，跟我们一起革命，变成爱国者。对，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人更激进的呢？他就提议了一件事情，就是从南方的维吉尼亚州提出来一个人带领整个13个殖民地的军队，这个人呢就是 George Washington。对，你下次把他名字讲出来之前，你可不可以等我铺陈一下？OK， 让 George Washington 呢来当这个正式的3军统帅 ，Commander in Chief。OK， 我上网查 ，Commander in Chief 就是叫做3军统帅，但是那时候没有空军 ，OK， 美国也没有海军，基本上就是一个陆军统帅，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国会就同意了，他们这几个
代表人就同意了。这样，然后呢，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然后呢，华盛顿就是现在的这个 Continental Army 的将军呢，他马上到了波士顿的南方这边开始驻军。那这个地方呢叫做 Dorchester Height 多切斯特高地。那这是一块军事宝地啊 ，OK，它可以在它是对居高临下，然后可以轰炸波士顿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英军可以跑得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军队没有炮 ，OK， 只有枪，而且很多还是自制的那一种。有弓吗？可以放火啊。对，那他们有一点点炮，是因为几个月前呢，在纽约那个从英国那边打下来的堡垒 Ticonderoga 那个地方抢下来的这些英军的大炮。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办法把这些大炮搬到波士顿这个，因为从纽约到波士顿那个地方中间有一座山，而且那时候是11月。全部都是在雪。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原本是在波士顿开书局的，这个人呢叫做 Henry Knox， 他去找华盛顿，然后跟他讲说，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些炮搬过来。然后华盛顿就想说，你神经病啊！现在都是雪，人都走不动了，你还要搬炮来，而且你还要越过一整座山。但是华盛顿好像没什么其他选择，要不然就是要等到3、4月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炮还没来的话，英国的援军都来了。他就说啊，Knox，那你就去纽约把这些炮搬过来吧，把它推过来，让我有炮打炮。对，然后 Henry Knox 这个人呢，就动用了他平常搬书的这些牛车，然后还要找了好几个其他不同的牛车，全部一起在冬天里面登上推炮，然后换了好几个不同的雪橇，然后每天祷告，就是拜托不要再下雪了。就没想到，既然真的把炮推过来了，哇塞！推了2个月，在1月24号的时候呢，把 Ticonderoga 的这些炮推到了波士顿给华盛顿。华盛顿当然是非常高兴啊。接下来用的战术呢，基本上就是他整场战争里面呢最常用的战术了。他现在有了炮了 ，OK， 但是没什么炮弹，就是有炮只能摆在那个地方看，你不可能跟然后从现在美国一样，就是做什么地毯式轰炸 ，OK， 除非整个战场只有3条街，他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一般放在后方的这些大炮摆到前面来给英国人看，跟他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大炮。别逼我开炮哦！对，恐吓。对，根本没东西发出去，对不对 ？OK， 但是别人不知道啊。对，没想到这招竟然奏效了。英国的军人看到这么多炮在那个地方，然后自己又在一个半岛上面，哪里都去不了。就在3月17号的时候呢，决定上船逃到现在的加拿大那个地方，叫做 Nova Scotia 那个地方。没想到这个竟然就是把英国人骗走了。当然，又过了2个月 ，OK， 在5月15号的时候呢，在费城又开了一次大陆会议，然后有一个从维吉尼亚州的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呢叫做 Richard Henry Lee， 他在会议上面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非常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他说，国会应该要投票，我们这13个殖民地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要独立，而且变成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要脱离英国皇室的管辖。这个 Richard Henry Lee 在说，就是我们要叛国，我们要独立。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国家。之前他都只是在各打各的，对 ，OK， 还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决策啊，你不能乱下定论啊。要建立一个国家哪有这么简单？哪有人？你需要法律，你需要带头人，你需要代表人，你需要。一切的都是很杂乱的。没错，建立一个国家不是说你说你自己独立就独立了 ，OK？ 而且你投票的话是要死人的，打赢的话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始；打输的话呢，全部叛国罪，全部死刑。而且目前这个世界上哪有人建立一个国家的，OK？ 都是原本的体制，然后换个领导人而已啊，对不对？你脑袋有洞哦，没有新的国家。对啊，然后国会呢就说，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这个东西可不可行。然后2个月过去了，这2个月呢，这些独立派也没有闲着 ，OK？ 他们找了一群人，开始撰写了一张纸，是这个 With the people。对，这张纸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这群人呢，包括 John Adams、Benjamin Franklin， 还有 Thomas Jefferson。那这群人里面呢 ，John Adams 是最有资格来撰写美国独立宣言的，但是他说不要，因为这个重担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最年轻的，而且也是从维吉尼亚州来的 Thomas Jefferson 来做。对，但是他这么做其实是有用意的，因为跟之前一样，为了要让南方的人有参与感，然后要跟他们一起革命才可以，所以说他把这些很重要的职务都交给了从南方维吉尼亚州来的人。对，然后呢 ，Thomas Jefferson 把独立宣言写好了，然后在7月的时候呢拿到国会，让国会批准。然后在7月2号的时候呢 ，John Hancock 要求国会进行投票，要不要宣布这个独立宣言？就是独立宣言写好了，但是你们要想说，我们如果真的讲的话，就是 treason。对，就全部是叛国了。弄出来的话就是独立了 ，OK？ 结果
国会竟然通过了。大家都很热血。接下来就是在1776年的7月4号 ，John Hancock 身为国会的首席，在独立宣言上面签字，然后全部国会的人都在独立宣言上面写下了他们的名字，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美国的出生证明就出现了。就是叛变的这一群人就说，反正死就死了，对 ，Liberty or die，对，一个国家就这样诞生了。但是呢，英国的国王怎么可能就这样子让你不明送啊，我钱呢？对啊，不明不白的离开日不落帝国。OK， 你们这群洋基佬全是给我们打工的，对，签上去全都是叛国罪，然后就决定派了大量的英国的皇家的这些精兵去美国，这个刚出生的国家，要在他还没有就是剪脐带之前，就赶快把它歼灭掉。然后这个战争呢，会打很多年，内容我们下一期再讲。至少今天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对，只讲一场而已。对，而且还没打，吓你，吓吓你。在读历史课的时候，他们比较专注的就是7月4号的时候签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没有这么生动，让你觉得说，哇，这些人其实他们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他们这些都是年轻的，对，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知道说这个的后果是什么，可是他们愿意说，为了我的自由民主，我的生活，我不想再被奴役了。那我不想被奴役的下面，就是我要起来为我的人生负责。我愿意签这个名字。而且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的，策略有眼光，他知道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就是要来做。对，不像那个反送中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只是反而已。对，然后就说反中共反什么？叫美国挥美国国旗，叫美国来救他。对，就是当下的美国，他没有找任何的帮助，他只是说我能做什么，我来做。下一集就会找帮助。大国嘛，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先牺牲了，而不是人跑掉，就是这些主要的人跑到英国还是什么。好，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对，如果你喜欢的话，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可以的话帮我们分享出去。那想要订阅我们的，在下面一个 button 就可以订阅我们，然后来 follow 我们的IG 跟脸书，就可以知道我们最新的消息。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在下面留言，我们都会跟你互动哦。然后最后，如果你可以赞助我们的话，在下面有所有赞助我们的方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YouTube 的 membership， 如果你想要在你的名字有一个特别的 badge 的话，是小贝成长的照片，那你也就是可以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赞助我们。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哦，下次见，拜拜。